你绝对想不到，那个亲口说不爱你的人，会在你走得最干脆的时候，最先忍不住回来找你。这背后根本不是什么余情未了，而是一连串你没看穿的心理算计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分手之后你忍了又忍，终于撑过最难熬的阶段，删掉对话，关掉动态，不再偷偷关注他的生活，眼看着就要慢慢走出来了。结果对方突然跳出来刷存在感，可能是深夜2点传来一句没头没脑的充电宝是不是落你那了，可能是朋友圈突然开始发伤感的歌词，甚至是给你好几个月前的旧动态点了个赞。你本来平静的心瞬间又被搅乱，你开始忍不住猜，他是不是后悔了，是不是还爱我，要不要回他。就这一个小小的试探，就能把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平静全部打回原形。很多人就卡在这里，本来是对方先离开的，结果最后反而是自己在原地等，被对方随随便便一句话牵着鼻子走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从心理学的角度，把断联后对方为什么会回头试探的底细全部拆开给你看。我会告诉你，那些看似余情未了的小动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人性真相，也会告诉你，面对这些试探，最顶级的应对方式到底是什么。看完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越不爱你的人，越会在断联后回来找你，而你要怎么做才能把选择权彻底拿回自己手里。先讲第一个最核心的原因，也是最残酷的一个。他回来试探你，多半不是因为还爱你，而是因为损失厌恶，还有掌控感的丧失。什么是损失厌恶？简单来说，人对于失去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的快乐。举个最生活化的例子，你在路上捡到100块，可能开心个半天就忘了，转头买杯饮料就花掉了。但如果你掉了100块，你可能郁闷个好几天，还会一直想刚刚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到底是掉在捷运站还是便利商店，得到的快乐永远抵不过失去的痛苦。这就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，感情里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。他曾经确定你是属于他的，不管他喜不喜欢你，至少他知道你会在那里，你会回他的讯息，你会在意他的情绪。对他来说，你是一个确定拥有的东西，是他情感版图里的一部分。结果你突然断联了，你消失了，你不再围着他转了，他就会瞬间感觉到失去。这种失去的感觉跟爱不爱你没关系，单纯就是习惯的东西不见了，心里空了一块，不舒服。就像你每天回家都会摆在门口的拖鞋突然不见了，你也会别扭好一阵子。不是因为你多爱那双拖鞋，单纯就是习惯被打破了。他试探你，本质上就是在确认一件事：我对你还有没有影响力？我问你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传一条废话过来，你立刻秒回，甚至跟他倾诉这段时间你有多难过，有多想念他，他会怎么样？他心里那根弦瞬间就松了。哦，原来他还在，原来我还是能牵动他的情绪。确认完了，他就安心了，然后就可以继续过他的生活，继续对你爱理不理，继续把你放在那个不用负责的位置上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你不回，你完全不理他，他就会开始不安。他会想，怎么回事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啊，他真的放下了，还是有新的人了？这种不确定感会挠得他心痒难耐，他就会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回来试探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断联后的头几个礼拜到几个月是这种试探的高发期。时间越短的试探，越单纯是损失厌恶在驱动，单纯就是习惯被打破的不舒服。时间越长的试探，越可能是他后来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没找到更好的，回来捡备胎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都跟爱没什么关系。很多人在这一步最容易犯错，就是把他在意当成了他还爱。真的，两者差太远了。他在意的可能是自己的面子，是自己的掌控欲，是习惯了有你的关注，唯独不是爱你这个人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想要负责，是想要给你未来，
是舍不得你难过，而他的试探是舍不得他自己的不舒服，是想要找回自己的掌控感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常说，断联最棒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他会强迫对方露出真面目。你在的时候，他可以装高冷，可以装不在乎，因为他确定你不会走。等你真的走了，他心里那点自私的小算盘就全都藏不住了。深夜突然问你，东西是不是落你家了？借口老掉牙，对不对？他当然不是真的要找那个东西，一个充电宝几百块钱，真要找的话，当初分手的时候怎么不找？过了几个月才想起来，怎么可能记性这么差？他要的根本不是充电宝，是你的回应。只要你回一句在啊，你要过来拿吗？他就赢了。他用一句成本为零的废话，就确认了自己在你心里还有位置，就确认了自己随时可以回头找你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可能会说，哦好，我有空再过去，然后又消失好几个星期。为什么？因为目的达成了啊。确认过你还在，他就安心了，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了。你看多么划算的买卖。而你呢？你因为这一句话心跳加速一整晚，翻来覆去想他到底什么意思，甚至开始期待他过来拿东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，开始想当天要穿什么衣服，要说什么话。你看，从一开始你们的位置就不对等，他在测试你，而你在认真期待。之前有个听众写信给我，说分手3个月，前男友突然发讯息问他，之前一起养的猫的疫苗本是不是在他那？他当时激动得不行，以为对方想借机见面，特意请了半天假在家等。结果他回了之后，对方只说了一句，哦好，我有空过去拿，然后就再也没下文了。他特别困惑，来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哪有什么意思，就是单纯的试探而已。他就是随便找个借口，确认一下他还在不在，还会不会回他。目的达成了，自然就消失了。至于疫苗本，他压根就不在乎，真要的话早就来拿了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把这层滤镜拿掉吧，不要帮他找借口，不要美化他的行为，不要自己在脑子里帮他编织各种还爱你的理由。他就是单纯的受不了失去，受不了自己不再能掌控你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真正的力量从来都不是让他后悔，而是你自己不再需要他的任何反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当你能平静地看着他的试探讯息，手指滑过去，就像看到一条垃圾简讯一样，没有波动，没有期待，你就已经在赢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说，可是我真的很难做到完全不心动怎么办？很正常，我从来不会说你应该立刻就放下，立刻就毫无感觉。心里有涟漪是正常的，毕竟曾经认真喜欢过，曾经把这个人放在心尖上过。但你要分清楚，心里有涟漪是一回事，伸手去接招是另一回事。你可以允许自己心里动一下，但你不要行动，把手机放远一点，去喝杯水，去站起来走2步。等那个劲头过去了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断联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惩罚他，而是救你自己，是让你从等他回头的状态里变成我自己往前走。那些试探都只是路边的噪音而已，别让噪音盖过了你自己真正要去的方向。除了损失厌恶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机制，叫做蔡格尼克效应。这个效应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对于那些没有完成、没有结局的事情会记得特别清楚，也会特别放不下。比如你看一部影集，看到最后一集烂尾了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，你可能会惦记好几天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逢人就想吐槽结局烂。再比如你吃火锅，最后一块肉掉地上了，没吃到，你可能一顿饭都觉得遗憾，反而忘记前面吃了多少好吃的。人就是这样，对于未完成的东西总是有一种执念，非要给他找个结局不可。就像小时候看故事书，最讨厌看到一半就没了，你会一直想后来呢？后来王子和公主怎么样了？
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在起作用。人天生就讨厌悬而未决的感觉，放在感情里也是一样的。你们的分手是突然的断联，没有正式的告别，没有把话说开，没有彻底的清算，甚至可能连为什么分手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于是这段关系就变成了他心里的一个未完成任务。他会反复的想，他现在到底在干嘛？他是不是还在想我？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新的对象？这些问题就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他心里，不上不下的，特别难受。为了缓解这种难受，他就会忍不住去看你的动态，去窥探你的生活，甚至主动试探你。他想给这段关系找一个心理上的交代，哪怕这个交代是原来他已经不在乎我了，也比一直悬在半空中要舒服得多。最新的一些心理学研究也提到，没有正式闭合的分手确实更容易让人陷入反复的思考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刍。你越不回应他，他的这种未完成感就越强，心里的那根刺就扎得越深。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他还在思念我，这是余情未了，真的不是，这只是大脑在寻求闭合，是认知上的不舒服，跟浪漫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像你写报告写到一半被打断，你会一直惦记着要把它写完，不是因为你多爱写报告，单纯就是事情没做完，心里痒。感情也是这个道理，他受不了的不是失去你这个人，而是受不了这段关系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，受不了自己连输赢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会回来试探，想看看你现在的状态，想给这件事画一个句号。但你要分清楚，受不了不确定，不代表他愿意承担责任，更不代表他想要跟你重新开始。很多人就是在这里搞混了，看到对方回来试探，就觉得他是不是想复合，于是赶紧敞开心扉，跟他说自己这段时间有多难过，有多想念他。结果呢，对方听完之后反而退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的达成了啊，他确认了你还在意，确认了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是赢的那一个，心里的那块石头落地了，未完成感消失了，那他当然就走了啊。他本来就不是来复合的，他是来找结局的。你把心掏出来给他看，对他来说反而成了负担。所以我常说，面对这种试探，你最好的回应就是没有回应。你的沉默会让他的未完成感无限放大，会让那根刺一直扎在那里，他会越来越好奇，越来越放不下，反反复复的回来找你。但这又怎么样呢？你要记得，未完成的是他的课题，不是你的。你没有义务陪他完成这个任务，更没有义务当他的闭合工具。你已经为这段关系付出过了，你已经问心无愧了。该往前走的人是你，至于他能不能放下，能不能跟自己和解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说到这里，我就想到很多人会遇到的一种状况，就是断联之后，对方的朋友圈突然开始变得很奇怪，比如突然发一些伤感的歌词，发一些 emo 的文案，甚至故意晒一些跟异性的合照，看起来好像过得很精彩，又好像很难过。很多人看到就会开始猜，他这是发给我看的吗？他是不是有新对象了？他是不是过得不好？我告诉你，绝大多数时候，他就是演给你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蔡格尼克效应啊，他不确定你有没有在看他，不确定你是不是已经放下了，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制造一种我还在你视野里的感觉。他就是要逼你去解读，逼你去猜测，逼你心里起波澜。只要你开始猜，开始琢磨他这句话什么意思，那张照片什么意思，你就输了。因为你的情绪波动就是他想要的反应，他通过你的反应就能确认自己对你还有影响力，就能缓解自己的未完成感。你看多么巧妙的把戏，而你呢，为了他一条朋友圈辗转反侧一整晚，浪费自己的时间跟情绪去配合他的表演，真的太不值得了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特别夸张的例子，有个女生说断联2个月，
前男友连续1个礼拜每天发伤感歌词，她以为对方后悔了，忍不住主动发了讯息过去，结果对方秒回，说我以为你永远不理我了。她当时还特别开心，觉得2个人终于要和好了。结果聊了没2天，对方又开始变冷淡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几天他跟暧昧对象吵架了，所以才回来找他寻求安慰。等他跟暧昧对象和好了，自然就又把他丢一边了。你看，他的伤感文案从来不是为你写的，只是他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刚好需要一个观众而已。而你就自动自发地当了那个观众。真正的力量是你明明看到了他的动态，却内心毫无波澜，手指一滑就刷过去了，连赞都不会点，甚至连多想1秒都觉得浪费时间。当你不再为他的未完成消耗自己的能量，你才是真的自由了。讲完了蔡格尼克效应，我们再来说第3个原因，沉没成本。沉没成本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就是那些已经付出再也收不回来的东西，比如时间、金钱、精力、感情，这些都是沉没成本。沉没成本最残忍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它会绑架你的决策。明明知道这件事没结果，明明这个人不对，但因为过去付出了太多，所以就是舍不得放手，总觉得放弃了，之前的付出就白费了。很多人以为只有被分手的那一方才会纠结沉没成本，其实不是的，主动分手的那一方同样也会有沉没成本的不甘心。他在这段关系里也投入了时间，投入了精力，可能也曾经为你改变过一些计划，付出过一些东西。突然之间关系结束了，他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我失去了这个人，而是我之前的付出是不是全都白费了。这种不甘心会驱使他回来确认你是不是还在原地等他，他这笔投资是不是还有残值。我跟大家说一个很真实的人性，很多人分手之后回头，不是因为发现你的好，而是因为他不想承认自己亏了。就像你买了一只股票，一直跌一直跌，你明明知道它涨不回来了，但你就是舍不得卖，因为卖了就等于承认自己亏钱了。你宁愿抱着它，等着它涨回来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好过直接认赔。感情里也是一样的，他回来试探你，有时候就只是想看看这笔感情投资还有没有回本的可能。如果你回应了，甚至表现出还很在意他，他就会觉得哦，原来还有戏，那我之前的付出也不算全亏。然后他就会继续维持这种暧昧的状态，既不跟你复合，也不彻底走开，就这么吊着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他的沉没成本就好像还在，还没有彻底亏掉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完全不理他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就会慢慢意识到，哦，这笔投资真的打水漂了，真的收不回来了。这个时候他才会真正考虑放弃。但放弃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损失，所以他会反反复复的试探，一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3次，总想着万一这次你就回应了呢？说到这里，我就想问大家一句，你觉得因为沉没成本而回来的人，他是爱你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他爱的是他自己的付出，是他的时间跟精力，唯独不是你。真正爱你的人不会把你当成一笔需要回本的投资，不会时时刻刻计算自己亏了还是赚了。真正的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，是哪怕最后没有结果，也不后悔曾经对你好。而他呢，他是在算账，他觉得自己亏了，所以回来找补一下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对方突然热情约你见面，你以为是要复合，精心打扮了半天过去，结果全程他只跟你聊吃喝玩乐，聊近况，绝口不提感情，也不提复合的事。你心里还在纳闷，怎么不说重点？其实对他来说，重点已经说完了。见到你了，确认你还在意他，确认你还愿意出来见他，对他来说就足够了。他就是回来确认一下，你这个投资标的还在不在，还值不值钱。至于要不要追加投资，他才不想呢。追加投资多累啊，
还要承担风险，还要花时间花精力。就这样偶尔试探一下，偶尔见个面，不用负责，又能确定你还在，对他来说性价比最高了。很多人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试探里，一次次的受伤，每次以为是希望，结果又是空欢喜一场。其实你早该看透的。当他开始跟你算沉没成本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赶紧把自己的能量收回来。断联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让你不再为别人的不甘心买单。他不甘心是他的事，你不需要陪他耗着。你更应该做的是及时止损自己的感情，把时间跟精力都投资在自己身上，把选择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，才是真正的止损。永远记住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备选，不是任何人的投资残值，更不是任何人用来弥补不甘心的工具。你值得一个满心满眼都是你，心甘情愿为你付出，从来不会跟你算计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在分手后回来算自己亏了多少的人。讲完了沉没成本，我们再来说第四个，也是很多试探背后最赤裸的动机，低成本的自我验证。什么叫低成本自我验证？简单来说就是他不用付出什么代价，就能确认自己还有魅力，还能牵动你的情绪，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。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某天晚上他突然寂寞了，或者在外面遇到挫折了，跟新的对象聊得不顺利了，被人家拒绝了，于是就想起你了。他打开手机给你发一句在干嘛，或者点一个赞，甚至只是浏览一下你的动态，留下一个足迹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成本几乎为零，连电话费都花不了多少。但如果你秒回了，如果你表现出在意了，他就能立刻获得极大的满足。哦，原来我在他心里还是这么重要，原来我还是这么有魅力，他的自我价值感瞬间就回升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，继续去认识新的人，把你放回那个备用的位置上。就像是手机没电了，找个充电宝充一下，满电了就拔掉，继续出门玩。你就是那个情绪充电宝这种行为，我更喜欢叫它情绪刷卡。它随便刷一下就能提取你的情绪价值，用来给自己续命。最新的一些情感观察也提到，这种情绪刷卡的行为在断联之后特别常见，尤其是当对方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者的时候，他就会时不时回来刷一下，确认这个备用电源还能不能用。说白了，他不是在思念你，他是在使用你。你的在意，你的情绪，你的关注，对他来说都是免费的能量补给，不用花钱，不用花时间，不用负责任，随取随用，多方便。我问你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只有在无聊的时候，寂寞的时候，过得不好的时候才会想起你。他过得好的时候，身边有人陪的时候，他压根就不会想到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他不需要你的情绪价值啊，他有新的人提供情绪价值，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当然不会想起你这个旧的充电宝。只有当他空窗了，受挫了，自我怀疑了，才会回过头来找你，从你这里捞一点成就感。你看，多么自私。而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，还以为对方是想起自己的好了，是余情未了。于是人家随便一句问候，你就掏心掏肺；人家随便一个点赞，你就心花怒放。结果呢，人家元气满满的走了，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胡思乱想。你说你亏不亏？真正的自我价值从来都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回应上，更不应该靠当别人的情绪电池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。当你能对这些低成本的试探视而不见，当你不再随便给别人提供免费的情绪价值，你就开始真正的保护自己了。深夜借口问你电影名字，问你充电宝在哪，甚至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，这些都是低成本验证的典型。他不需要付出真心，不需要道歉，甚至不需要跟你见面，只需要发几个字，就能确认你还在不在。如果得到了回应，他就能获得极大的自我满足感。你的任何过度反应，
只会让他觉得搞定你实在太容易了，以后他只会更加肆无忌惮，在需要的时候就回来找你，用完了就丢开。所以我才会说，面对这种试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视而不见，不回应，不接招，不给他任何的情绪反馈。当他发现从你这里刷不到任何情绪价值了，你这个充电宝没电了，他自然就会走开，去找下一个目标。永远记住，你的情绪很宝贵，要留给值得的人，不要浪费在这种只想占便宜的人身上。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去变得越来越好，比等待任何人的验证都更有意义。当你自己就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跟价值感，你就再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闲话就心乱如麻了。讲完了背后的4个心理动机，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说一说那些常见的试探小动作到底都有哪些。很多人不是不想识别，是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也是试探。其实这些小动作往往很隐蔽，但却很精准，每一个都是在测试你的反应。第一种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无厘头的借口式联系，比如深夜问你东西是不是落你那了，问你之前一起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，甚至说路过你家附近，问你要不要出来喝一杯。这些借口看起来很随意，甚至有点牵强，但目的都一样，就是找个理由接触你，看你会不会回应。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想你了？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们聊聊吧？因为他不想负责啊。直接说的话就等于把底牌亮出来了，万一你拒绝了，他多没面子。而且直接说的话就要面对复合的话题，就要承担责任，他才不愿意呢。用借口就不一样了，进可攻退可守，你回应了，他就顺势跟你聊几句，试探一下你的态度。你不回应，他也不尴尬，就说一句哦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然后全身而退。你看算盘打得有多精。第二种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小动作，比如偷偷翻你好几个月前的朋友圈，给旧照片点赞，比如看你的限时动态，留下浏览痕迹，故意让你看到他来过，比如突然换头像，改个性签名，发一些伤感的文案或者 emo 的歌曲，甚至故意晒出跟异性的合照，看起来好像过得很精彩。这些统统都是表演，而且是专门演给你看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他真的过得很好，真的有新的对象了，他根本不需要特地发出来给你看。真正的幸福是藏起来的，只有想要刺激你的人才会故意把这些东西摆在你面前。他就是要让你看到，让你去猜，让你心里不舒服，从而证明自己的影响力。只要你因为他的一条动态而情绪波动，他的目的就达成了。第三种就是忽冷忽热，突然热情又突然退缩。比如某几天他突然对你特别热情，天天找你聊天，关心你的近况，甚至说一些很暧昧的话。就在你以为他要回头，开始期待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冷淡下来，消失好几天，讯息也回得很慢。很多人被这种忽冷忽热搞得心力交瘁，不知道对方到底想干嘛。其实很简单，他就是在调试距离，太近了，怕你纠缠他，怕你要他负责任；太远了，又怕你真的走了，以后用不上了，所以他就一下靠近，一下远离，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距离，既不用负责，又能享受你的关注。这个距离就是他的舒适区，而你就被他吊在中间，进退两难。第四种就是那种关心式的试探，比如突然问你最近还好吗？工作顺利吗？看起来像是朋友一样的问候。很多人会觉得他还关心我，是不是心里还有我？其实不是的，真正的关心是带有行动的。你生病了，他会带你去看医生；你难过了，他会陪在你身边；你有困难，他会想办法帮你。而这种嘴皮子上的问候，成本为零，什么都代表不了。他只是随口问一句，看看你会不会跟他倾诉，看看你对他还有没有情绪。如果你开始跟他倒苦水，开始说自己过得不好，他就知道你还没放下，
确认完了，目的就达成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判断是不是试探，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，只要他不提见面，不道歉，不谈复合，不说出明确的想法，那不管他做什么，说什么，都只是纯粹的试探而已。真正想靠近你的人，会用更直接、更负责任的方式，他不会让你猜，不会让你等，更不会让你一个人在那里胡思乱想。那些模棱两可的小动作，那些忽远忽近的态度，本质上都只是在试水温而已，看看你还热不热，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掌控你。一旦你接招了，这个水温就被他掌握了。所以学会识别这些试探的小动作，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保持距离，不给任何反应才是最好的回应。你所有的内耗，所有的猜测，到头来都只会成为他验证自己魅力的工具而已，太不值得了。讲完了怎么识别试探，我必须再跟大家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试探绝对不等于回头。很多人总是会把对方的试探解读成他还爱我，他想回来，然后就开始降低自己的底线，开始等待，开始给对方找借口。真的，千万不要这样。真正想回来的人不会只搞这些模棱两可的小动作，他会正面跟你沟通，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会为过去的事道歉，甚至会带着诚意来见你，跟你讨论未来要怎么走。他会用实际行动让你感受到他的诚意，而不是让你一个人在那里猜来猜去。如果他只是忽冷忽热的试探，从来不说清楚，从来不付出实际行动，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想负责，他只是把你当作情感上的安全过渡，或者说保底选项。什么叫保底选项？就是他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，所以先把你放在这里。万一之后实在找不到了，回头还有你可以接盘，如果找到更好的了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被丢弃了。说起来很残酷，对不对？但这就是事实。最新的一些关系研究也强调，真正的复合需要双方都愿意面对过去的问题，一起解决矛盾，而不是单方面的情绪撩拨。只靠试探跟暧昧是永远走不到复合那一步的，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要跟你一起面对问题的诚意，所以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，不接受模糊的善意，不为别人的犹豫买单，不要对方随便给你一点甜头，你就晕头转向，忘记了当初他是怎么伤害你的，忘记了你是怎么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的。我常说，当你开始用他是不是还爱我来解读每一个试探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降低自己的标准了。真正的爱是清清楚楚的，是坚定不移的，是让你安心的，而不是模棱两可的，忽冷忽热的，让你患得患失的。真正的选择是看对方愿不愿意付出实际行动，而不是看他愿不愿意发一条讯息。深夜的借口也好，朋友圈的表演也罢，突然的热情也罢，这些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，他只想确认你还在，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。不要美化他的自私，不要帮他找借口，不要告诉自己他只是害羞，他只是还没准备好。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跟你在一起，他会排除万难来到你身边，哪怕笨一点慢一点都没关系，但他一定会让你看到他的决心，而不是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反复的猜测，反复的自我怀疑。真正想和你在一起的人会带着满满的诚意和明确的计划来找你，他会告诉你他为什么回来，他以后打算怎么做，他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，而不是只会耍一些小聪明，搞一些小试探。如果他做不到，那不管他做什么，你都不要当真，就当是看了一场免费的表演，看完就忘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你的真心很宝贵，要留给那个坚定选择你的人，而不是留给一个只会把你当保底的人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了，那面对这些试探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最顶级的应对就4个字：一律不搭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不管他发什么做什么，你都当没看见，不回应，
不接招，不给任何情绪反馈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试探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要你的情绪反馈。你越淡定，越没有反应，他就越心慌，越猜不透你。你的平静冷淡会无限加重他的未完成情节，会让他越来越放不下。反过来，你只要有一点点波动，哪怕只是回一个问号，都等于告诉他我还在意。他只要收到这个信号，就安心了，就达到目的了。最新的一些断联经验分享也反复提到，真正有效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技巧，而是态度。你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不需要证明自己过得有多好，也不需要故意发动态气他，那些都没必要，反而显得你还在意。你只需要继续过自己的生活，就当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当他发现自己的所有试探都像是石沉大海，完全没有效果的时候，他才会真正开始重新评估这段关系。他会开始慌，开始想，他怎么完全没反应？他是不是真的放下了？他是不是有新的生活了？这个时候，慌的人就变成他了。而你的沉默比任何回复都更有力量。很多人会觉得，不回应是不是太没礼貌了？或者说，我回一下也没什么吧，又不会少块肉。真的不一样。你以为只是礼貌性的回一句，但其实在对方眼里，那就是你还在意的信号。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这次你回了，下次他还会来试探你，只会越来越过分。与其拖拖拉拉纠缠不清，不如从一开始就断了他的念头。不回应就是最明确的态度。还有一些人会忍不住想要故意去气他，比如发一些自己过得很好的动态，晒跟异性的合照，想要让他后悔。其实真的没必要。当你还在想着怎么气他的时候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，还是被他牵动着情绪。真正的放下是根本不在乎他怎么想，根本不在乎他后不后悔。你过得好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为了演给任何人看。你不需要通过让他后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当你真的把这件事做到底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稳，越来越强大。你的情绪起伏从来都是他的能量补给。只要你会因为他的一条消息而心跳加速，辗转反侧，他就知道自己依然能掌控你。这种掌控感就是他情感空窗期最大的底气，而你的平静才是对他最大的反击。当他再也掌控不了你的情绪，再也影响不了你的生活，他才会真正意识到他是真的失去你了。而那个时候，你早就已经不在乎了。除了不搭理之外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千万不要主动接招。这是很多人最容易犯的错，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步。什么叫主动接招？比如他发来一条无聊的消息，你不仅秒回，还借机跟他倾诉委屈，谈论过去的感情，甚至主动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比如他给你点了个赞，你赶紧去翻他的朋友圈，还专门发一条仅他可见的动态，想要回应他。这些都是主动接招，都是在送人头。一旦你热情回应了，他就会觉得自己依然能掌控你，然后就会再次消失。为什么？因为目的达成了啊，确认过你还在意，确认过你还在原地，那他当然就走了。很多人总是想不通，为什么他前几天还跟我聊得好好的，突然就不理我了？原因很简单啊，他本来就不是来跟你聊天的，他是来试探你的，试探完了，当然就走了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永远不要主动接招。如果实在忍不住想回，那也要记住几个原则：延迟回复字数比他少，态度比他稳，不主动延伸话题。比如他问你充电宝是不是在你那，你过个大半天再回，就回2个字在的，多1个字的都不要说，不要问他什么时候来拿，不要说其他的，就这2个字。然后他如果再说什么，你就更慢回，字数更少。慢慢的，他就会觉得没意思，就不会再来试探了。当然，最好的方式还是干脆不回。最新的一些心理建议也提到，当你忍不住想要回复的时候，先把想说的话写给自己，
或者写给你最信任的朋友。写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也没什么非说不可的。很多时候，你只是一时冲动而已。等那个冲动劲过去了，你就会庆幸自己没有发出去。你要记住，每一次接招，都是在重新启动那条情绪回路。本来你已经快要忘记这个人了，结果因为一次回应，又把所有的记忆跟情绪都勾起来了，又要重新熬一遍，多不划算啊！真正的断联是让那条情绪回路彻底冷却，彻底断掉，而不是反反复复的开关关，把自己折腾的心力交瘁。我常说，不要用自己的尊严去接招。你堂堂正正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对一个反反复复试探你的人这么热情？为什么要因为他随随便便一句话就放下自己的姿态？你值得被认真对待，值得被人坚定的选择，而不是当一个随叫随到的备胎。所以忍住，不管心里有多么波动，不管有多么想回复，都忍住，忍过去这一阵子，你就赢了。专注在自己身上，才是最长远的路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纠正一个很多人的误区。很多人以为断联就是删掉联系方式，拉黑所有账号，就是物理上隔绝这个人。但其实不是的，真正的断联从来都不是物理上的删除，而是切断源源不断输送给他的情绪能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虽然还留着他的联系方式，但你再也不会因为他的一举一动而心绪不宁，再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再也不会为他消耗任何情绪。他发动态也好，发消息也罢，你都毫不在意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。这才是真正的断联。反之，就算你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，却还是每天偷偷搜他的账号，看他的动态，因为他的一点动静就难过半天，那你根本就没有断联，你只是在形式上做了样子，实际上你的情绪还是被他牵着走。所以断联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对外的，而是对内的，是把安全感从向外求变成向内养，是把你的注意力从对方身上拉回到自己身上。那具体要怎么做呢？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就是每天固定完成几件只关乎你自己的小事，比如认真做一顿饭，好好吃饭，不要因为难过就饿肚子，比如去运动半个小时，跑跑步，做瑜伽，让身体分泌一点快乐的荷尔蒙，比如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追一部一直想看的影集，把之前因为谈恋爱搁置的兴趣捡回来，比如跟朋友出去逛逛街，吃顿好吃的，聊聊天，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。就是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，慢慢的把你自己的生活填满，慢慢的找回遇到他之前的那个快乐的自己。停止自我审判，不要总是想我是不是不够好，他为什么不喜欢我。感情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你够好就会被爱，他不选择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只是因为你们不合适，只是因为他不懂珍惜，跟你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最新的一些心理恢复观点也强调，重建主体性比等待对方改变，比纠结谁对谁错都重要得多。什么叫重建主体性？就是你不再围着他转，你自己才是你人生的主角。你的喜怒哀乐，你的生活节奏，你的未来规划都应该由你自己说了算，而不是由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决定。当你不再围着他转，你的能量就会慢慢回流到自己身上，你会越来越充实，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强大。这个时候再回头看，你就会觉得当初那个因为他一条消息就心乱如麻的自己真的很傻。很多人会问，那他来试探我的时候，我难道一点情绪都不能有吗？不是的，你可以觉察到自己的情绪，可以允许自己难过，可以允许自己有波动，这很正常，毕竟曾经认真付出过，不可能说忘就忘。但你不要让情绪主导你的行动，你可以心里动一下，但你不要去回讯息，不要去翻他的动态，不要做任何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的事。你可以做一些物理隔离，比如把手机放远一点，关掉推送，比如出去走一走，
转移一下注意力。等情绪平复下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断联最终的目的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他回头，而是为了让你自己变得更完整，是让你把人生的选择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当你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，当你自己就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跟快乐，你就已经赢了。把聚光灯打回自己身上吧。他试探你，是因为你消失了，他慌了，而你最好的反击，不是去猜他为什么慌，而是让他看到，你不仅不慌，还过得比以前更精彩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说心态的问题。面对断联后的试探，最难的从来都不是怎么回消息，而是如何稳住自己那颗反复拉扯的心。我知道这很难，毕竟曾经那么喜欢的人，突然又出现在你的世界里，说心里毫无波动，是骗人的。但我希望你记住，难不代表做不到。我看过太多人，一开始也觉得自己撑不过去，结果咬咬牙也就过来了。回头看，都觉得当初的自己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清醒的。所以今天我把几个很实用的小方法分享给你们，下次再遇到试探、心乱的时候就拿出来用。第一个，深呼吸，给情绪贴标签。当你看到他的消息，心跳加速，脑子里开始乱想的时候，先停下来，深呼吸几次，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我现在有点激动，有点期待，也有点难过，但这只是情绪而已，不是事实。把情绪和事实分开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情绪带走。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他发了一条消息，仅此而已。至于他是不是还爱我，是不是想复合，这些都只是你的脑补，不是事实。不要把自己的脑补当成真的。第二个，用身体忙碌，断掉内耗。如果情绪上头，实在忍不住怎么办？不要坐在那里胡思乱想，站起来去做点什么，去打扫房间，去洗个澡，去出去跑2圈，去做点需要动手的事情。身体忙起来了，大脑就没空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。很多时候，内耗都是因为你太闲了，才有时间反反复复地琢磨一句话的意思。让自己忙起来，是解决内耗最好的方式。第三个，想发的话，先发给自己或者朋友。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想回复，想发一大段话过去，那你先写下来，发给自己的文件传输助手，或者发给你最好的朋友，不要直接发给他。等过个几十分钟、几个小时，你再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，你大概率会觉得当时的自己怎么这么冲动。很多话说出去之前是冲动，说出去之后是后悔，与其事后后悔，不如事前忍一忍。第四个，每天完成几件小事，把生活的掌控感拿回来。每天给自己列几个小目标，不用很难，比如准时吃饭，比如走1万步，比如看10页书，完成一件就划掉一件。慢慢的，你就会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，找回自己的节奏。你不会再因为一个人的离开，就觉得自己的世界塌了，因为你自己就能撑起自己的世界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试探不等于回头，永远不要做情绪的接盘侠，不要对方一招手，你就兴冲冲地跑过去，忘记了所有的伤痛。你可以原谅，但不能忘记教训；你可以心软，但不能没有底线。把断联这段时间想象成他暂时出差了，你先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认真工作就认真工作。缘分这件事自有答案，你不需要急着要一个结果，更不需要巴巴的等着谁回头。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，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。永远记住，不要美化他的自私，不要用自己的尊严去接招，把聚光灯永远打回自己身上。当你真正不再围着他转，当你自己就能给自己足够的快乐跟安全感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早就已经赢了。而且你赢的从来不是这段感情，而是你自己的人生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断联后试探的心理真相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
如果你还想搞清楚更多感情里的心理真相，我之前做过几支影片，都很适合现在的你看，像是如何分辨一个人对你是生理性好感，还是心理性深爱，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，还有为什么人越觉醒越难坠入爱河，拆解无法心动的真相。另外还有越想整理越烦，家里乱背后藏着的深层心理循环，还有如何真正告别一段关系，4个动作把被偷走的自己找回来。这些影片我都放在说明栏跟右上角的连结里了，等一下看完这支，记得直接点过去看。如果这支影片说中了你的故事，或者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也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更多关于心理与感情的深度分析。也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，你遇过最离谱的试探是什么样子，或者你有什么应对的小诀窍，我们一起在留言区讨论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